汉光41要演习被美国杂志批评表演性质很高，探案主角征召大卡大客车在海滩上阻止战车，一炮就没了，这不是表演？什么叫表演？一日攻击，政府补助了1.1亿。这部电影完全在胡说八道。第一个就是骗钱，第二个他认为他可以洗笨蛋的脑。突然一架飞机失事，我们就被封锁，总统很紧急的被绑架到衡山指挥所去，在胡扯什么东西？儿子被绑架，让国人团结抗敌，这个就是撒狗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汉光41要演习，历史上动员最多后备军人的一次，超过2.2万，搭配城镇韧性演习，但是被美国杂志《外交官》批评表演性质很高，暴露台湾在民防韧性上的不足。台湾民间尚未做好战争准备，并且直白的讲，这样的努力足够吗？青鸟应该出征这家美国媒体，因为如果这句话由恨铁不成钢的老军人来批评，立刻会被这些青鸟出征骂你舔共的退将。所以今天外媒外交家来报道，那你们敢不敢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这次演习就是美军来给你打分数了，你到底国军能不能够撑上10天？如果你自己能够战，我美军才会来加入。这次汉光要演习，其实对国军甚至于对赖清德来讲都是压力很大一次。演习过程之中有2件事情，第一个到处都看到美国军人，可见这400个美国军人是从基层到指挥部级，一直到国防部级，他们整个做一个评估。第二个，这次汉光演习期间，台南发生台风风灾，赖清德居然说不能都靠国军救灾，要自力救济，所以外交家杂志代表美军在评估你台湾不及格，你根本就一点战力都没有，你只是在表演。以我对军中防卫作战的了解，从整个演习的规划到单兵的动作都是在表演。第一个演习规划动员22000个大概10年之内退伍的后备军人，如果他在25岁左右退伍，那你一定是动员35以内的。在军中都是只有4个月，你认为在4个月的役期里面他可以学到什么样的本事？这些人你再拉回来根本没有专长训练，10天之内你认为可能训练出来吗？所以你规划就有问题。第二个来讲很离谱的事情，探案主角他去征召大客车在海滩上面排成一排，阻止战车抢滩登陆。那我问你，那些大客车挡得住战车吗？一炮就没了。暂时你还可不可以找到那么多卡车或客车给你所征用？对，就算付钱他也不来，这不是表演。什么叫表演？战术层级来讲，一开始的战机改到花莲东部机场去做战力保存，或者舰艇出港去做输泊。那不要说航空母舰这样，解放军现在有8艘的052，他如果摆2艘055，再几艘的054护卫舰，你战机还有可能顺顺利利落到花莲加山基地或者台中基地吗？第二，我们从俄乌战场上面知道，现场是无人机作战的时代，美军号称地表最强M1A1 战车支援乌克兰，31辆被无人机干掉28架，到 A10 好了，只有一件事，做好战车的防护措施。那实际上面战场他们就把战车焊个铁笼子，防止无人机攻击。虽然说很难看，龟壳坦克。我们这次 M1 开出来战车有做这种措施吗？干干净净，而且无人机是可以从对岸直接飞过来的，因为无人机动不动飞个200-300公里是很正常的。那台湾的海峡也就宽100多公里。我说，那你是不是表演？就是你开战车出来，雄壮威武，开在马路上面让老百姓看，我们建军力提高了。问暂时哪一辆车子对无人机它有任何生存力？部队调遣的时候，我们的坦克车如果刚好在马路上行驶，不就是活靶子吗？对，我不晓得你在市区里面晃什么意思。战车是不能打城镇战，这句话是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培讲的。战车它越野性能很强，就是要用在炸弹反击的时候，开到市区来干嘛？我们讲战斗教练真的是很难受，教招部队在那边训练的过程就摆拍步枪基础训练的瞄准这种东西完全没用。再来，他们用指北针的方法也不对，指北针一定要跟地图相结合。那为什么都不会？你知道？因为某一个人说 GPS 关掉，解放军就迷途了。不是，对方用的是北斗啊。还有一个动作，你看到你真的会吐血，连班长都不会下命令。记者拍都这样，记者拍作战要图，根本在那边乱画，他都不晓得什么叫做军队符号、单兵符号、机枪符号、自动步枪符号，你怎么画？他们可能觉得，比如说画1张就完成20%的阵地构筑，画5张就100%啦。班长下达命令，最后一句：每人携带口粮1餐份，没有命令不得使用。红色信号
枪，代表防护射击开始。整个没有看到，就看到那班长支支吾吾的跟那班兵那边胡说八道，但是不能怪那个班长，那代表排长也不懂，他把人叫过来了，记者拍拍我就回去，我敢打赌，现在搞不好连陆军司令都不晓得班命令怎么下。我建议顾立雄，你到军团去，就问一下这个军团指挥官，你问他说，你下个班作战命令、防御编成命令给我听，你看他会不会下得出来？他如果下得出来，代表这个部队还有救。所以大家每天脑袋里面想的是怎么去升官，都不够扎扎实实的去训练。为什么说演戏？战车一定要跟步兵配合，因为战车它火力很旺盛，防护力很强，可是它的视野不好，所以通常如果说一个训练有素的部队，它进入城镇，它应该是步兵在前面帮他扫清所有的反装甲武器。那这次我们看到战车开进市区里面，你有没有看过前岛的步兵在替他做扫清这些装甲部队？就按照零日攻击他们自己演的，第5纵队已经先行渗透在里面，带个反装甲武器。那如果你战车就像大拉拉在市区里面开，市区里面这么多视线的死角了，我看一炮就把你干掉了。那你有没有步兵在前面导引？完全没有，你就是作秀，你就是让老百姓看到我军雄壮威武，有 M60 战车、M1 战车你还不敢开进来。其实 M1 战车现在问题还很多了，第一个太重，第二个补保系统建立了没有，你技术手册到底到了没有？其实内行人是看后勤，因为 M1 战车的发动机跟 M60 完全不一样，它这个飞机的喷射引擎，那一般我们用的战车是柴油引擎的，所以 M1 战车为什么它60吨重，它可以跑到这么快？那试问一下，我们这个零附件到底到了没有？那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可是如果你在连级或者是在营级里面没有办法维修，你大量的车子要进到所谓的保修厂，但在战时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挪动到保修厂。在演练的过程，我们看到那几部战车每次抛锚在路边，没有看到 M884 战车拖走演练这种动作，而且在战场上面的维修有分5级制度。为什么军中的这些装备从悍马车到战车这么容易损坏？因为训练不好，他也不会看那把发电机有问题了，他还在那边发动，那你容易损坏。那有一个问题，很多表有问题。对，所以讲汉光被批判是表演，很大程度就是我们根本从基层的训练就很难落实到实处。零日攻击 Zero 由沈伯洋、黑熊担任总顾问，曹兴诚投资。据王宏威的爆料，文化部的黑潮计划补助了7131万4千元，文策院用国发基金投资了4170万元，政府直接投资跟补助了1.1亿，曹兴诚只投了2000万。中华电信到底投资了多少？中华电信说这是营业秘密，不能说。但是交通部是35%最大的股东，应该让大家知道中华电信在演什么。所以零日攻击到底拿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另外，零日攻击它的制作公司零日文创公司实收资本只有85万，为什么可以独获青睐，得到政府1点多亿的补助？另外，全剧诡异，最让人惊讶是艺人谢宜芬担任的总统，一开始由被操纵的傀儡，最后绝地反扑，与代表政党一刀两断，使出了绑架自己儿子的苦肉计。那这样的剧情设计相当符合黑熊跟曹兴诚计划，也就是我们有一大堆的第5纵队。那自诩正义化身，用演戏认知作战诈骗自己老百姓的方式，违法无所谓，难道这政府投资的电影可以这样子玩吗？也有人提到通篇听不见一次中华民国镜头的今天白日满地红旗都巧妙的切除，讲白了就还深具一些台独意识在里面。我觉得这部电视就军事上面来讲，我觉得根本就是一点逻辑都没有。那国防部也很可怜，他们被叫去当道具，这国家的军事装备你根本就没有经过审核。以前我们军方也有支援过电影的拍摄，但是国防部都会审查你的剧本，不要让我军队去闹笑话。那我想今天国防部去支援，纯粹只是意志的支援，你根本对建军或者是说鼓舞士气一点帮助都没有，纯粹里面都是一些意识形态，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第一个，从一开始就不符合逻辑。如果说解放军要封锁台湾，他会说我的一架运8飞机失事坠海，我要去搜索，所以封锁台湾吗？你认为有可能吗？封锁他只要官方那边直接宣布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有要进入台湾的邮轮船只都必须要向中国来提出申请，经过我批准以后才可以进入，不然一律实施检查就够了。你把解放军污蔑成卢沟桥的日军。第二个，我们这次汉光演习自己就打他脸，这叫做起早3天就开始。那按照这种逻辑，代表我们在解放军要武统台湾之前，提早10天就有情报了。汉光演习的响应是这样设定的。那你今天解放军突然灰色地带作战封锁台湾，才开始仓促的应战，那你有没有动员？对，你是不是应该就要提早知道？你这部片代表我们的情报
low 到极点。美国跟日本也很 low， 人家动你根本都不知道。出来一架飞机失事，我们就被封锁，总统很紧急的被绑架到衡山指挥所去。你在胡扯什么东西？然后还要演说儿子被绑架，在让国人团结抗敌，这个就是撒狗血。而且儿子被绑架还是假的，对方还没认知作战，你先认知作战自己。还有他里面演了一些第5纵队，我想第5纵队不会在那边跟你摇旗呐喊，你拍这些影片他们胡说八道。真的有第5纵队，他第一个就直接在你反击部队路线先给你挡住了，甚至于第二个他有可能抢占什么松山机场，他在你周边道路封锁，让你反空降部队进不来，紧接着我就在这个地方实施激将作战。我听将军这样讲下来，真的越来越觉得这是个8连党等级的，所以不值得一看，也不必替他们做广告了。但是他拿了太多政府补助了，太空。我说只有2件事，第一个就是骗钱，第二个他认为他可以洗笨蛋的脑，反正就是洗涤人心。除此之外，这部电影完全在胡说八道。